Hello，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一起简单的去体验一下这个 Stable Diffusion XL 0.9版本的这个模型生成的一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及给大家去分享这个模型它的本地部署的一个方法。相信大家关注这个 SDXL 0.9模型应该有一段的时间了吧。它是具备35亿、66亿双模型，在所有开源的绘图模型中，拥有最多的一个参数，是最强大的开源文本转图像的一个模型。对比之前的 SD 模型，它的质量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这个模型呢，你可以在这个 ClipJob 这个里边去体验的。那么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你在浏览器中打开就可以免费的进行体验了。你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往下滑，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图片，就是这个案例图片，它的一个效果也是非常惊艳的。有的人评价 SDXL 0.9模型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效果，与那个 Midjourney 它生成的一个效果不相上下，大家下来可以去测试一下。而且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图片，它的一些构图啊、颜色呀，然后质量啊，都对比之前的 SD 模型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而且它不需要输入很长的一些提示词就可以生成这些比较惊艳的一个图片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之前的这个 SD 1.5的这个模型，我们刷新一下。然后在这里我去输入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个提示词，我就输入一个cute cat 吧，就是一只可爱的猫，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提示词。反向提示词我们用一个通用的一个提示词嘛，然后下边的参数你根据自己需求去设置就可以了。那我这里就大小就设为1024×1024。然后上边这个模型我是使用的这个模型，然后其他我就默认吧。然后我点这里生成，好，生成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这个生成一只非常普通的写实的一个猫，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table Diffusion XL 0.9模型它生成的一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使用同样的一个提示词，在这里去输入就可以了，就是cute cat， 就是这样的一个提示词。然后我们先不去选用这个风格，我们直接点这个地方生成。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效果，好，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不选用风格的时候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还是比较普通的、比较写实的一些图片，当然风格不一样，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去选择这样的一个风格，比如说我就选择第一个。就是这个风格，我们再点这里重新生成图片，然后这个可能等待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因为现在人比较多。好，这里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图片它生成的一个效果是非常惊艳的，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使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提示词，就可以生成非常不错的一个图片了。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去切换。就是它的一个风格，比如说我就点这个风格嘛，我们再次生成。好，这里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不同的一些风格生成出来的图片也是不一样的，效果都算是很惊艳的。那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回到这里。我们可以去借鉴它里边的这些案例的一个图片，比如说这个森林里的水母，我们点它，它就会在这里自动的去生成。好，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非常惊艳的，不管它的一个颜色、构图、质量都是一个质的提升。那么这里是它这个案例图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词，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当然，你使用这个里边它的试验的话，它会提醒你去注册一个免费的账户，然后每天的话只能免费生成400张，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大家下来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功能。这个 SDXL 0.9模型呢，它在7月7日被泄露了，目前这个模型可以去通过ComfUI 运行，可以在本地和云端使用，目前仅支持 N 卡和 GPU 运行。
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怎么去本地部署。首先，我们要打开官方本地部署流程的一个渠道，就是这个地址。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你复制在浏览器中打开，就是这个。然后来到这个页面之后，你要注意一下，其实我现在不是建议大家急着去本地部署的，大家可以等到这个月18号 ，SDXL 模型它将正式开源和发布。当然，大家想体验也可以去下载去部署一下的。那么它的一个方式就是这里分为3步。可以看一下，第一步呢，就是要下载这个 SDXL 0.9模型，然后你点第一个链接，来到这里你点这个下载，然后它这里可以打开迅雷，然后你在这里要去下载它相对应的模型。你可以看一下，这2个模型加起来非常大，将近90个 G 了，就是这个。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去下载？你点开第一个文件，然后你在里头去找到这个以 Ciftensors这个格式结尾的这个文件，只下这个文件就可以了。它将近13个 G， 其他的都不需要去下载，你只需要下载这一个模型。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这里还有第2个文件也打开，也同样去找到这个以 Ciftensors这个结尾的这个文件，只下载这2个，这个是6 G 的一个模型，将近。下载这2个种子文件，下载过后是这样的，我这里就不去下载了，我已经下过了，我给大家去看一下下载过后是怎么样的。就是这2个模型，第一个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样的，就这2个模型，然后我把这里擦掉了哈，我就不去下载了，大家可以点这个进行下载，然后第2步去安装这个 ComfyUI。就是这个，你点这个链接，然后它直接会跳转到 GitHub 这个就是下载的这个地址来，你点这个就可以了，直接点它，它会自动的去下载这个 ComfyUI， 然后下载过后是这样的，我就不点了，它下载过后是这样的一个7Z 结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包，压缩包你要进行解压，这是我提前解压好的这个，然后解压好的这个之后，你要就是把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 SDXL 0.9的这个模型，这2个模型要放到这个里边来，就是你打开它，一直打开，然后点这个 ComfyUI 这个文件夹，然后点开它，在里头找到 Models 这个文件夹，就是这个文件夹点进去，然后这里有一个 Checkpoints 这个文件夹，就是第一个你点进去，然后你把刚刚下载的这2个模型。就是这2个模型放到这里边来就可以了，然后放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下一步。下一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里第3个，你要去下载一个 JSON 格式的一个脚本文件，你点第3个就是链接，然后它会跳转到这里来，然后跳转了之后，你点这里，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 download， 你点它，它就会自动下载这个就是这个的一个 JSON 的一个文件了。然后你下载好的这个文件，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这个是我提前下好的这个，就是这个 JSON 的这个文件。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就是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需要去启动这个 ComfyUI， 点进去。再点进去，然后就会到这个页面，这里有一个 CPU 运行，这里有一个 GPU 运行，你可以选择，那我就双击这个 GPU 运行，然后点它，它就会跳转这个页面，那你就是这样的一个页面，然后你滚轮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大小，就是可以去拖动。当然的话，我们就是不是使用这个页面，我们需要点击这里的 Load。这个，然后把我们今天下载的这个 JSON 格式的一个脚本文件点它，然后进行打开，它就会跳转到这个页面，可以看一下是这样的一个格式的一个页面。我们看一下这里边的东西，这里你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它这里有一个 Refiner 这样的一个模型，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模型。就是你要把它放在这里来，你这里可以去就是说切换的，可以看一下这儿。
那我们就是这个模型，那下边就是这样的，最下边你可以看到这里写的是 base， 这里也是 base 的模型，这个地方不要放错了。然后中间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写的是正向的一个提示词，这是反向的一个提示词。那我这里就不改了，我就默认它。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然后这里有一个 image size， 然后就是填它的这个大小，这个分辨率。因为你如果是8G 以下的显存的话，那跑起来就很困难。我是8G，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要设小一点，不然容易爆显存。我就512乘512吧。然后这里批次就是1次。然后其他的你可以看一下，这2个呢是各种的参数，就是种子呀、步数呀，然后等等之类的采样方法、采样器，你都可以去选择的。这个地方如果是作为新手，那么就默认吧。然后这后边我们这个 V 页我都没有去填的，然后还有这个跳过层我都没有去设置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是输出的图片的一个地方。这边设置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点这个运行，因为我这个打开的这个之前的 SD， 然后打开了，我们需要关掉，就是它的一个后台，不然容易爆显存。第一个关掉，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点这个地方运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它的一个后台。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它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绿色的一个框，说明它运行到这个这个板块了。然后你再看一下这里，然后这里生成图片了，然后它在运行这边啊，这里爆显存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对这个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关闭，我们再把这些给关掉吧，就是这个我也关掉，然后其他的我应该没运行啥什么了。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再次去运行一下，看能不能就是成功。现在在运行这个地方。好，你可以看一下这2张就是已经生成好了，就是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下来去试一下。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